點解年紀越大就越捱唔到眼瞓呢？瞓得太多又係咪另一個問題呢？酒精係咪可以幫助睡眠呢？究竟點解我哋會失眠呢？Hey what's up YouTube， 我係 Valerie， 一個中意研究個人成長嘅內容創作者，歡迎翻到嚟我 YouTube channel。今日想繼續講翻呢，我最近睇過嘅一本書叫做《為什麼要睡覺》，而呢一集呢，就想講我哋人類對睡眠嘅一啲迷思。酒精係唔能夠幫助我睡眠嘅，其實都聽唔少，就係會有人話飲酒會好瞓啲添咁樣。講真呢，我間中會有一兩杯啦，OK， 我唔係成日飲酒嘅，但係我從來都冇呢一種感覺，我唔知點解。而家睇下呢本書咧，就終於知點解啦。因為原來酒精咧係針對腦部特定區域嘅鎮靜劑嚟嘅。當酒精嘅作用更耐一啲咧，佢就會開始針對其他腦區咧產生鎮靜嘅效果。佢會令到呢一啲嘅腦區咧進入恍惚嘅狀態啦。隨住酒醉嘅麻木狀態開始啟動之後咧，你就會開始變得遲鈍。呢一個咧就係對腦部嘅鎮靜效果啦。你能夠維持意識嘅慾望同埋能力咧就會下降。作者亦都提及咧，酒精呢種鎮靜嘅效用咧，只係帶俾你唔清醒嘅狀態，而唔係一個自然睡眠嘅效果嚟嘅。佢哋兩種嘅狀態嘅嗰種睡眠腦波咧，其實係唔同嘅。而且咧，酒精咧亦都係抑壓咗快速動眼睡眠嘅物質之一嚟嘅。如果你哋唔知咩係快速動眼睡眠、非快速動眼睡眠呢，我上一條片係有提及到嘅，你可以 click 翻呢度去睇翻。當身體代謝酒精嘅時候咧，會產生嘅副產品係醛類同埋酮類，而醛類咧係會阻礙到產生快速動眼睡眠嘅。所以即使喺下午甚至喺晚上，當你飲完酒去瞓覺之後咧，其實係已經足夠去剝奪睡眠中嘅逐階段嘅啦。所以作者都話咧，係咪真係唔飲得酒咧？佢就話都唔係嘅，不過你早上去飲咯。早上飲酒咧，喺你一日過去咗之後，身體咧就可以有足夠嘅時間代謝走呢啲酒精噶啦。咁喺你瞓覺嘅時候咧，就唔會俾酒精影響。但好可惜，好多時人要飲酒嘅呢個狀態咧，多數都係晚上啦，甚至係凌晨階段啦。你嘅肝同埋腎咧，其實係需要好幾個小時去將佢分解排出呢啲嘅酒精嘅。即係解釋完道理，我哋都明係咪？咁但係真係會做嘅人有幾多個呢？大家有冇聽櫻桃小丸子日文版嘅嗰首歌呢？佢會有一句叫做エジソンは偉い人，但係作者咧似乎對呢句説話可能有啲保留。愛迪生咧喺紐約嘅曼克頓區咧就建立咗世界第一座嘅發電站。由呢一刻開始咧，掌控日頭定係夜晚，再唔係由呢個地球自轉機制去控制啦。夜間嘅人造光咧，令到我哋嘅人體咧會誤以為仲係日頭。人類咧擁有一種內在嘅生理時鐘叫做近日節律，大概意思咧就係話我哋腦入邊咧係會將呢個24小時嘅內在時鐘咧就會傳達俾身體唔同嘅部位啦，去調節身體每個器官嘅運作嘅。所以呢個24小時嘅一個週期係去幫助你幾時醒啦，幾時去瞓覺啦，同埋仲要控制其他嘅節律模式，包括你嘅飲食時間啦、你嘅心情、情緒，仲有就係身體嘅核心溫度啦、代謝嘅速度啦，同埋各種嘅激素釋放等等。而日光咧就係喺環境之中最可靠嘅重複信號嚟嘅。所以咧腦咧係利用咗呢個日光嘅重置咧去調校呢一個嘅生理時鐘。所以點解會出現有人嘅唔同嘅作息啦？你去到外國旅行會出現 jet lag 啦等等。因為本身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生理時鐘，但係當出現人造光之後呢，我哋腦嘅接收嘅反應呢就會有誤導啦出現。書中亦都提及啦，就係電燈咧令到呢一個自然規律咧走進歷史。
重新定義咗半夜對後世代嘅呢個意義啦。人造光嘅夜間嘅光源呢，即使嗰個光度唔高啊，亦都足夠咧令到你嘅視交叉上核咧就係會有混亂嘅情況出現。當佢相信咧太陽係仲未落山嘅時候咧，佢咧係會延遲咗一種叫做褪黑激素嘅呢一個釋放。所以如果你有一啲睡眠嘅困擾咧，除咗人類開始明白安眠藥對我哋嘅禍害啦，所以而家新興嘅一個藥物咧叫做褪黑激素。其實褪黑激素咧係人體本身已經存在嘅一種會定時釋放嘅激素嚟嘅。咁只不過我哋可能服用咗一啲額外褪黑激素咧，去幫助咧我哋嘅大腦有一種睡眠嘅壓力存在咧，令到我哋更加容易瞓得着。但係呢一種應該要自然產生嘅一種激素，但係你額外補充落嚟，其實係對我哋人體有冇嘅唔好呢？所以書中其實已經都有提及咧，就係減低 LED 光嘅使用情況咧，係有助我哋睡眠嘅。無論係一般嘅房間嘅電燈啦、電話啦、電腦啦、電視啦、平板電腦啦等等，有研究顯示咧，喺睡前2個鐘頭使用呢啲平板電腦咧，其實會令到褪黑激素嘅上升程度減低23%嘅。所以你真係失眠咩？其實未必係真係失眠咯，只不過係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其實阻止咗我哋身體體內嘅一個運作模式去進行，所以令到我哋更加難去入睡。另外一個迷思呢，就係會有人話瞓得多係咪又係好事呢？首先呢，其實喺書中有提及過啦，我上一條片亦都有講過啦，就係作者不斷強調呢，就係一旦睡眠被剝奪呢，其實點樣補眠都唔會補得翻嚟嘅。但係瞓成9個鐘、10個鐘又會唔會太多呢？對我哋身體有啲咩影響呢？流行病學嘅證據顯示呢，睡眠同埋死亡風險嘅關係呢唔係線性嘅。線性嘅意思呢，就係瞓得越多，死亡風險越低。不過作者咧喺書中提及呢，就係暫時咧係未有發現任何嘅生物機制顯示咧睡眠咧係有任何嘅壞處嘅。所以咧，其實當研究裏邊發現瞓覺超過9個鐘以上嘅人咧，死亡嘅原因咧係包括感染同埋就係促使免疫作用活躍嘅癌症。因為呢啲疾病嘅威力咧其實就太強啦，無論瞓幾多個鐘頭都好啦，其實冇辦法克服嘅。所以咧就會造成瞓太多而早死嘅假象。但而實際嘅結論咧，其實係因為某啲嘅病症咧係太過嚴重啦，所以咧無論佢瞓幾多都好啦，都帶唔到睡眠為佢帶嚟嘅好處，所以冇辦法扭轉呢個病情。但作者亦都強調一點咧，就係如果生理上做得到，瞓成18個鐘、22個鐘，即係瞓得越多越好，佢冇咁嘅意思嘅。因為咧佢話睡眠咧不太可能用呢一個嘅線性方法去運作嘅，即係等於食物、水分、氧氣等等一樣。食太多會減短壽命，水分太多咧亦都係導致到血壓過高，又或者血液嘅含氧太多咧都會有一啲嘅高氧症等等。死亡率亦都可能同呢啲係有相關嘅，所以咧其實適當嘅清醒時間咧係有佢嘅必要嘅存在嘅。作者都係建議啦，對人類嚟講，一般成年人大概就係16個鐘頭清醒，8個鐘頭嘅作息時間就 OK 噶啦。亦都有冇聽過一句呢？就係話人越大越捱唔到眼瞓啊，唔似以前後生咁樣。喺書中提及咧，其實人類由出生前嘅胎兒去到慢慢長大成人，其實每一個階段嘅睡眠模式都唔同嘅。你問一啲新手父母就知啦，啱啱初生嘅 BB， 其實佢哋嘅睡眠次數咧，同我哋一般成年人咧，其實係有好明顯嘅唔同嘅。嬰幼兒咧係一個多段式嘅睡眠。喺一日24小時當中咧，佢哋夾雜咗好多唔同時段嘅清醒時間啦，醒咗一輪又會再瞓翻啦，瞓咗一陣又醒翻啦。好彩咧，隨住 BB 慢慢長大咧，佢哋嘅瞓覺嘅段落咧就會開始減少噶啦。
而每一次嘅時間呢，亦都開始會變長，比較穩定嘅。細個呢，有冇俾阿媽成日話夜一夜都唔瞓覺？其實原來呢個唔係我哋嘅錯嚟嘅，呢個係人與生俱來嘅一個生理時鐘嘅一個問題。就頭先我提及過嘅一個叫做近日節律，去到青少年時期呢，好得意嘅呢一個近日節律呢，原來會大幅往後移。對一個9歲嘅小朋友嚟講呢，近日節律呢，佢哋會大概喺晚上9點鐘左右呢就會想瞓覺啦。但當一個人去到16歲嘅時候呢，近日節律呢就會產生一個劇烈嘅變化，褪黑激素上升同埋呢一個夜間嘅睡眠嘅指令呢，其實係要好幾個小時之後呢先至會嚟到嘅。大概去到晚上10點、11點度啦，對於一個一般嘅成年人嚟講，可能即係作為父母啦，佢哋呢就會開始覺得好攰啦，好有睡意，隨時都瞓得着咁滯啦。但對於一個16歲嘅人嚟講呢，其實佢係毫無睡意嘅，反而佢哋會覺得呢係十分清醒添。要再過多幾個鐘頭呢，青少年嘅腦呢先至會開始降低嗰個清晰度，睡意呢先至開始慢慢會 build up。所以作為父母嘅你哋呢，如果要求一個青少年要喺10點鐘就上床瞓覺呢，就相對於等於身為父母嘅你要喺7點8點就開始瞓覺一樣。又或者調翻轉，當你要求一個青少年要喺朝早7點鐘就起身呢，就即係等於成為父母嘅你要喺4點5點起身一樣。所以呢，又俾多一個藉口大家想夜瞓即管去啦，呢個唔係你哋嘅錯嚟嘅。當我哋都經歷過呢一個青少年階段之後呢，慢慢長大成人呢，我哋就會真係體驗得到啦。以前真係點樣捱夜都捱得到，但係而家做唔到，就係一個原來係每個人都會經歷嘅嘢嚟嘅，係自己嘅生理時鐘發生一啲嘅改變而導致嘅啫。講起呢個生理時鐘嘅改變呢，其實就算去到我哋成年人呢個階段呢，都會存在一啲呢所謂嘅早型人或者夜型人。你係一個早型人定係夜型人呢？我算係早型人啩，應該。我大概12點鐘就會瞓覺，第二朝8點就會起身，算唔算係早呢？對一般人嚟講應該都幾早，但係對於書中嘅表達嚟講呢，其實我係夜型人嚟嘅，原來係。咁究竟我哋每日瞓足夠8個鐘頭係咪就已經足夠呢？如果我係晚間工作，日頭瞓覺，呢一種嘅作息究竟健唔健康呢？會唔會影響自己嘅身體呢？書中表達嘅內容呢，係指佢會建議我哋呢係有固定嘅作息時間，無論你係返工定係放假，每日喺同一個時間起身，亦都喺同一個時間瞓覺就足夠㗎啦。而對於喺晚間工作嘅人嘅分別呢，就係因為日光嘅存在啦，可能會令到你嘅睡眠嘅狀態唔係咁好啦，因為你喺日頭咁光燦燦嘅地方要去瞓覺，究竟你嘅空間安置得好唔好呢？係咪有需要戴翻個眼罩呢？因為絕大部分人都喺日頭活動啦，咁究竟我哋呢啲嘅活動對你有冇影響呢？係咪一定係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呢？貓頭鷹都夜晚先至開工啦，係咪？咁唔一定噶嘛。即係反而對夜間工作、日頭瞓覺嘅人嚟講呢，固定嘅作息係佢哋最需要 focus 嘅嘢啦。夜間工作、日頭瞓覺冇問題嘅，你只要係調節得到你自己體內嘅一個身體嘅作息嘅呢種模式。最絕大嘅問題就係社會上邊絕大部分嘅活動都喺日頭進行，而日光出嚟嘅時候對你嘅睡眠瞓覺究竟有幾多影響呢？呢一個係對於夜間工作嘅人係需要去研究下嘅一個課題咯。所以如果你嘅工作其實不能夠配合你嘅睡眠模式呢，可能係時候就要諗一諗呢份工究竟啱唔啱你啦。有冇成日覺得好攰、頭痛、頭暈，又或者記性差，甚至出現一啲焦慮、抑鬱咁嘅狀態呢？有冇聽過人哋講呢一啲嘅症狀就係所謂嘅長新冠呢？喺上一條片呢，我係探討過呢一個問題嘅，你可以 click 翻喺呢一度睇翻啦。撳呢一度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咁呢一度呢，就睇 YouTube 推介俾你嘅影片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